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我们 ADHD 特辑的第2集。如果还没有收看我们第1集的话，麻烦帮我们看到前面上一个影集，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整个系列呢，我们会介绍 ADHD。你知道吗？在 ADHD 里头呢，我们的诊断守则有3大类，一种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动，那第3种呢就是注意力不足又有过动的这3种。那你知道在注意力不足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分7大类，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部分吧。首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哦。你知道吗？在美国的疾病管理中心当中呢，他们就有显示有 11% 左右的孩童，也就是到4岁到17岁当中的孩童里面患有 ADD。这其实是一个蛮高的一个数据，甚至呢，他们发现在过去这8年当中，这样子的人口，就是患有 ADD 的人口已经成长了 42%， 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重视。那在美国成年人当中呢，也至少有 4% 是患有 ADD 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呢，他们其实不见得是在小时候有被诊断有 ADD 或者是 ADHD， 但是长大之后呢，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些问题之后，他们去求助，才发现原来自己是有 ADD 或者是 ADHD 的一个症状。在美国呢，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精神科医生 Dr. Amen， 他在美国设立了大概8个不同的地区的一个诊所，他主要是透过脑部的扫描，他利用 SPECT 而不是大家平常比较常见的断层扫描，像 MRI 之类的，它是用 SPECT 这样子的一个脑部扫描去了解脑部的一个血流量的一个活动的状态，然后它的那个脑部扫描的数据多达14万左右，14万的病患的一些脑部扫描，它追踪然后归纳出来，患有 ADD 的人呢有这7大类型。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有哪7大类型 ，OK？第一个呢，就是典型的 ADD。那像有典型的 ADD 的人，他们主要的症状就会有不专心啦，然后容易分神啦，然后容易过动啦，或者是他们的组织能力比较差一点，然后也比较容易冲动一些。他们的脑部扫描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们的那个血流量 prefrontal cortex， 也就是我们的前额叶，还有我们的 basal ganglia 的基底核的部分呢，还有我们的cerebellum 的小脑的部分呢，会有一个比较减少的一个趋势。那因为我们的 basal ganglia 它跟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有关，所以呢就会发现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们的多巴胺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情绪管理上面是比较弱一点的。Dr. Amen 他的建议呢，就是治疗方式呢，可能有包括多喝绿茶，然后多运动，人参也是对这一类型的人会有帮助的，然后补充 Omega-3， 多吃蛋白质，少吃淀粉，对我们的 ADD 的症状有所帮助。那第二个呢，就是 inattentive ADD。inattentive 的意思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呢，通常他们就会有比较注意力不足，还有容易分心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子的人呢，通常他们呈现的一个是比较懒散，然后没有什么动力，然后容易放空，爱做白日梦。但是这一类型的人没有过动，也没有冲动的一个症状。那其实在他们的研究发现呢，这一类型的其实女性的诊断几率比男性的高很多，就主要诊断的人其实是女性居多，而且呢很多其实都是在成年之后才发现的。之所以会在成年之后才发现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分心啦、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就是在行为表现上没有这么明显，
所以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家长啊或者是老师发现，而是成年之后呢，发现自己的那个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部分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通常就是之后会开始either 自我诊断啦，又或者是去找医生，然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可能会有 ADD 的一个症状。那像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在脑部扫描的状态下呢，就会发现呢，他们的前额叶的血流量是比较低的，然后呢，也因此呢，他们就会有比较低的多巴胺。那这就是他们研究发现的。那第三种呢，就是 overfocus ADD， 也就是过度集中、过度专心。那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们呢反而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注意力不集中的那种刻板印象非常不一样。他们呢会对于某些事情非常的专注，那也因此呢，他们在于转换他们的注意力还有转换他们的焦点上面会有些困难。那像这一些人呢，他们比较容易呢就是会陷入一种很黑暗的思考，或者是比较负面的一些思维。那他们的思考呢就会偏固着，也是非常执着在某件事情上，也因此呢，像这样子的人呢，他们比较会容易在做人做事上面会比较没有弹性，然后也容易因此觉得自己好像常常都是一个很焦虑、很烦恼的一个状态。那也因为他们很执着，所以比较容易会跟人家起争执，甚至会让人家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老是在唱反调的那种感觉。那从 Dr. Amen 他的那个脑部扫描的研究发现呢，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们的多巴胺和血清素 serotonin 都相对的比一般人还要来得低。而且在他的临床经验当中呢，也发现了，如果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们如果服用了一般所谓的 ADD 或 ADHD 的药物，一般来说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影片有提到，它的基本上面的药物就是 stimulant。那用这样子的药物呢，其实这一类型的 ADD 的人呢，反而更容易焦虑，所以他建议呢是先以补充营养，就是补给品的方式为主，然后如果真的营养补给品的方式没有用的话，再来考虑吃药的部分。那这个是 overfocus ADD 的部分。那下一个呢就是 temporal lobe ADD。那 temporal lobe 呢就是涉叶型的 ADD 呢，这一类型的人除了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典型的那些症状之外呢，他们还有容易易怒啊、暴躁啊，然后非常容易脾气比较差、情绪化之类的，就比较容易烦恼跟焦虑，然后甚至有到一种偏执狂的那种程度，就比较轻微的那一种。那这一类型的人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会呈现在学习跟记忆方面会有障碍或困难。那在他的脑部扫描研究当中呢，发现这一类型的人，他们的涉叶部分呢会有不规律的现象，所以呢，他们在血流量呢，在前额叶的部分也是偏低的。所以呢，他们呢在治疗方法呢就会比较偏向于舒缓神经元的活动，然后并且减少我们的神经细胞就是比较没有无预警的一个激活的状态，所以才比较不会这么的突然的有一种突然暴怒的那种感觉。那这是他建议的一个治疗的方式。那下一个呢，就是 Limbic ADD。Limbic ADD 呢，它就是属于典型的 ADD 当中呢，又再加上一些比较轻度情绪低落，不是所谓的重度忧郁症，跟忧郁症没有直接的相关，但是有一些症状是还蛮类似的，例如说会常常感觉到很无望、很无助，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然后非常的低自尊等等的。他的脑部扫描研究当中呢，就发现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们的脑部的边缘系统，也就是 limbic system， 其实是有过度的脑部活动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的 limbic system 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中心，所以也不难理解这一类型的人呢，在情绪的调节上面也是相对的会有困难的。在他的脑部扫描当中呢，有发现像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们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脑部的前额叶的流量其实都是偏低的。那
那下一个呢，就是 Ring of Fire ADD。Ring of Fire 呢，就是呢，典型 ADD 的一个极致，也就是他们非常容易分心，非常容易易怒暴躁，然后甚至呢，他们对于光啊、声音啊都比较敏感，又或者是对于衣服的触感啦，或者是人家身体的那些肢体的接触，都比较敏感一点。那这一类型的人其实跟我们另外一个影片有提到所谓的高敏感型的人呢，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那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帮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哦。那这一类型呢，通常他们就是在做人方面比较没有弹性一点，然后比较喜欢跟人家唱反调，容易跟人家争吵，然后甚至显得好像情绪不稳定，都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那在他的脑部扫描的部分呢，他就发现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们的大脑活动其实是特别的活跃。那在他的 cerebral cortex， 就是我们的大脑皮质层呢，在和其他的区域都有过度活跃的迹象。那下一个呢，就是 anxious ADD。那 anxious ADD 呢，就是典型的 ADD。再加上焦虑跟紧张，那在他们紧张的时候，容易会呈现一种好像僵固的状态，就是 freeze， 整个人就冻在那里的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反应。那这就是 anxious ADD。那其实很多人会发现，有 ADD 或者是 ADHD 的人，其实比较容易有紧张焦虑的一个倾向。那其实很有可能跟这一类型是蛮有关系的。Anxious ADD 的人，他们在脑部扫描当中发现了他们在 basal ganglia， 就是基底核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高度活跃的一个状态，而这也是在他所有的14万的脑部扫描图里头呢，唯一一个类型是在基底核是一个高度活跃的一个状态，血流量偏低，然后不活跃的一个状态。这是他的这些脑部扫描研究出来所归纳出的7种不同的 ADD 的类型。再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就会有第一种就是典型的 ADD， 第二种呢就是 inattentive 注意力不足的 ADD， 第三种就是 overfocus 的 ADD， 然后第四种呢是 temporal lobe ADD， 第五种是 limbic ADD， 第六种是 ring of fire ADD，第7种是 anxious ADD。 你有觉得自己是哪一种吗？或者是你觉得好像突然瞬间对自己有多一层了解的感觉呢？如果你对于这部影片有什么样的想法的话，欢迎在下方帮我们留言哦。又或者是呢，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或身边的人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并分享出去哦。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